吧，不是要债的。哎，不是来要债的，那就是来送钱的吧？我呸！走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借他大钱，不然呀，他下辈子才能还你呢。我呸！谁让你给我定日子了？下辈子我也不还。客人来了，赶紧沏茶去。哎，你行了吧？沏茶的东西都让你给当了，我拿什么沏啊？坐。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廖先生，我叫古平原，是山涧村的，村里的白先生让我来请您。请我？请我去喝酒吃肉，还是品茶叙旧啊？请您去炒茶。炒茶？炒什么茶呀？那茶山都让那帮混蛋给烧光了，哪有茶可炒啊？再者说了，要是有茶可炒，我至于输得这么惨吗？有茶可炒，你输得更惨。这他谈正事儿呢，你少插嘴。你可别骗我啊！不敢。村里新进了一批茶苗，想在清明前再收他一季。村里人可都指着他穿衣吃饭呢。好，拿来吧。什么呀？银子呀！你个傻瓜啊！对。哎，不行，你可千万不能给他银子。哎，他这什么都没了，就剩一张嘴了。你要给了他，就打水漂了。我自然是拿着银子到当铺，把炒茶的家伙事儿给赎回来，这还用你说呀？得了吧你！别给他了。哎，你说，这些当票呢，你就先拿着，就当定金了。你到时候把那些东西都赎回来。你要是真心请我爹炒茶的话，你就派辆马车过来接我们就行了。但是你万万不能给他钱。啊，明白。多谢廖姑娘，多谢廖师傅。姑娘，你当着白先生朋友的面，别这么塌我的台面好不好？你还有台面可塌吗？那台面早让债主给塌光了。哎，你赶紧进去躲着去，到时候人家来打你，我管不住啊！你赶紧，走，我赶紧送你，不然到时候他变着法儿的问你借钱了。哎，我家可欠不起这债。来，姑娘，这5两银子你还是收下吧。你在可怜我？啊，不敢，只是不想他老人家过得太困苦了。5两银子也没多少，您拿着，买点茶饭也好，就当是晚辈孝敬他的了。我爹炒茶，他说第2，没人敢说第1的。到时候我好好督着他，包您满意。那谢谢了。哎，告辞。姑娘啊，好歹留点现银子。要债的来了。闺女，哎呀，你分给我点散碎银子吧，啊，就算爹求你了啊！哎，闺女，又叫我们来干嘛？这又是那视察的吧？各位人都到齐了吧？今年的茶呀，还得仰仗各位辛劳，咱得收茶呀。不是，你说句公道话，这茶园都烧了，我们怎么拿茶给你们呀？就是。再说了，那之前欠的茶钱，那什么时候还啊？胡老二，就属你们家种的茶叶最次了啊！要不是二爷我开恩收你的茶，谁还会要啊？还敢跟这管我要钱？滚蛋！今天特来提个醒儿，
这账苦连天的，要不是咱们侯二爷给你们找到了买家，喝西北风去啊？啊！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。如果你们要是损了二爷我的信誉，别说茶钱，毛都没有。走，走。让。正月财戳是新年，二月财戳迎新春，三月财戳桃花红，四月财戳坐茶忙，九月财戳菊花红，十月财戳小阳春，11月财戳雪花飘，12月财戳又一年。廖师傅，哎，我怎么睡着了？都馊了。我眼看着二哥呀，把饭团放到嘴里，嚼都没嚼就睡着了。哥，你看我多辛苦啊，吃着饭都能睡着。你学不来，我怎么就学不来？拿笸箩。哎，上茶青。哎，廖师傅啊，哎，这茶的香味儿好怪啊。怪，怎么怪了？好像有股松针香，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。爹，你看着没？这叫什么呀？这叫货卖于十家。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了。有松枝香啊，一点儿都不错。哎，我这口铸铁锅，你知道多少年了吗？不知道。大明嘉靖年制。哇，这么老了？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。这锅呀，是越老越好用，就是容易生锈，还容易烫手。要常常用，常常养。这老辈人，怎么养锅你知道吗？用松针。对，炒松枝儿啊，一是让年轻人练手艺，二是把松枝里边的油榨出来养锅。这口锅几百年用下来，炒茶自然有那个松木香味儿，细品呢又逮不着，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。再加上我炒茶这火候，这茶喝下去啊，入口清香，回味绵长。行了，爹，你就别老数落在称盘里自夸自。那白老哥，身子骨怎么样啊？啊，好些了。好，等我炒完茶，我去看看他。哎，
再拿点茶枪。哎，哎，我去帮忙。快点。我说平原，我跟白老哥呀是一样，就一个闺女。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，我弄死他。打得我我看你家老二啊，人不错，未免一死，要不要做个圣门女婿啊？啊？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快点啊！哎，娘啊，好香。您尝尝。你急什么呀？香味还没有闻饱就喝茶，糟践了。老嫂子，您是行家，种了一辈子茶，总算懂了一点。廖先生面前不敢卖弄。果然好。哎，那您说，它好在哪儿啊？这口茶下去，从唇边到舌尖到喉咙内，处处香味不同。这香味也齐了，有松针的清香，也有一股兰花香。它明明是喝的我们家的银毫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那您猜猜呗。那我看是他们把茶园烧了，土地的火性大。收茶之前，又下了2场雨，清明前的雨水阴气重，明火逢阴水。种茶的人管这个香叫造化香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就是这句话，老嫂子，我老廖是服您了，您是真真的行家呀。这么着，从今往后，我老廖给您家炒茶分文不取。这哪敢啊！哎，廖师傅啊，咱们得此好茶，您给它赐个名字吧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我老廖炒了一辈子茶，哎，这是我一生得意之作。我家呀有一本炒茶的古书，书中道：其香似兰，其毫胜雪，故名兰雪。兰雪这个名字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好听。好，蓝雪，就它了。好，我去看看白大哥。哎，我陪你啊。走走走走。廖先生，我让老二在村子里边已经打了一遍招呼了，想把今年村子里的茶全给卖了。啊？你疯了？就像您说的，这茶香气特殊，非同寻常啊，我觉得是一个好商机。你还会做买卖？没看出来。你知道这些茶，要给谁的吗？我知道啊，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？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，还经常欠着茶农的钱不给。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自己来卖，还给村民们也让他们赚上一批。啊？你自己卖？哎，我跟你这么说吧，这茶呀，就像大姑娘一样过了这阵子它就不值钱了，这做买卖，你说你，我把那10个人打的都叫我爹，哎，干什么呢？
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想法呀？老二，我让你去收茶引子，你收了多少了5000斤。 5000斤，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？你以为我说笑的？我真的买了。大手笔呀！人不大，野心不小。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了。要不要咱们打个赌啊？看看谁能赢？哎妈！爹，我想了想，咱炒茶那些家伙事儿就不带回去了，省得您又给当了，到时候吹牛的本儿都没了。哎，不带回去，那锅谁养啊？您一当半年也没见您养啊，净搁当铺里生锈。你别总当着外人的面儿说我不爱听的啊！锅不带回去怎么办？放他家里，明年我们还来炒。郭老二，哎，我跟你说句话，你这花花肠子，我要是看不出来，我白活。等，你管管你爹啊！住手！这，咱们还得去白先生那儿。哎，我盯着你呢啊！这水费呀是不同的，现在是蟹眼肺，就是螃蟹的眼睛。此时这水是7分熟3分生，用来泡旧茶最得力。你看，现在呀是莲花肺，从下往上啊形成一个水柱，是越往上啊水花越大。此时的温度是9分熟1分生，泡新茶那是恰逢其时。这个水温还能把茶叶的草腥味儿给烫掉。哎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荷叶肺了，10成10的熟。这人老了，这什么都通了，就是血脉不通。看到世上的事儿啊，也没兴趣了，硬硬朗朗活着还行，要是病病歪歪活着呀，那就没意思。哎，不如早死早拖上。爹，你又胡说八道。哎呀，你去年藏的这个血真是太好了。常记就多喝。那是玉梅藏的，我可干不了那水磨功夫的活。哎呀，这血取得好啊！我还真舍不得用，都用没了，您喝什么呢？喝不了几天了。那倒是。你都喝掉便是。那孩子手巧，年年冬天都在地窖里存几十坛子的血给我煮茶用。以后没有这日子了。哎，这人呐，哪能一辈子喝好茶呀？有好茶咱们就喝，千万别舍不得。没有也别惦记着，你惦记着，啊，就是自找苦吃。这话倒是。我想了10几年女儿的轻浮，怎么还贪恋这些？你比我通透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儿。赌徒的眼赛加减，还说没事儿？先生他遭罪。嗨，世上的人谁不遭罪啊？就说皇帝那老儿，他就那么开心，还不是死在了热河，做了异乡之鬼啊？行了，你别胡说八道，赶紧把你鼻子下面的坑堵上。廖师傅倒说的没错，
白先生他的脉象啊，其实都已经绝了，时而能摸到，时而摸不到，全凭一口气在那吊着。我知道，他心里愤恨，有些关他过不去。他嘴上总说着什么都看透了，实则未必。人呐，都执着啊。你想想，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，老子非一刀宰了他不可。看把你能的！这些天，先生偶尔还能说一两句笑话，但是我清楚，那都是他强撑的。我白家老哥一生行善，不该遭这个罪呀。哎，廖师傅，你这是？我送一送他。你干嘛？哥哥，这杯子旧了，换一个无妨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守着没用。多谢。哥哥，一路走好。喝酒去。先生，先生，您待我如亲子，教我立身之本。虽然我跟依梅无夫妻缘分，可依然有兄妹之情。今生如果再次遇到她，我一定会尽力护梅子周全。您放心吧。廖师傅，有个事儿我要向您请教。你是读书人，
我就是一个烂赌徒、糟老头子，有什么可请教的呢？我不懂为什么杯子一碎，先生就走了呢？你看这人啊，从小到大，慢慢变老，老就老了呗，无非是死了之后，再换一副新的躯壳。念念不忘一个旧杯子凉茶叶，比我这糟老头子还蠢。古平原请受教。老哥，本来想啊，陪你喝一顿，走得太早啊。咱们地府再见。这葫芦酒，我留给你。老哥，酒不多，省着喝。古大，古大，开门！古大，古大，开门！古大，古大，古什么古？你这是加蛋呢？你把气喘匀了啊，慢慢说啊。谁呀？把你吓得脸都歪了。侯二爷来了。谁？侯二爷。哦，知道了。他天王老子呀，用得着吓成这样吗？嗯，他可是咱们徽州最大的茶商，那往年都是他收咱们村子茶叶，今年听说你收走了，有点不高兴。哎，就在祠堂歇脚呢，让我过来喊你。他来喊我，你跟他说我没空啊，我还没睡醒呢。哎！古大，你别这样，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。那说出来得吓死你！那你说吓吓我。他可是茶商会的人。什么是茶商会啊？安徽合省有个茶商会，那都是几百年的大茶帮，南来北往的茶叶管漕运的都是他们。这事儿啊，也是咱们村里边人想占你便宜，看你出的价钱高，便卖给了你。但是你知道，这是要惹祸的。惹祸？我惹的祸还不够多吗？你去告诉那什么侯二是吧？哎，侯二爷啊！你告诉侯二爷，说什么时候等古大爷吃完了早饭，喝完了茶，才能见他。他要是不服气的话，从哪儿来滚哪儿去。你不能这样，你太年轻了，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啊！我听说过他，不就每次来了以后像皇帝一样打鸡骂狗、挑三拣四的，欠着茶农钱半年不还的，不就是他吗？你告诉他啊，这批茶叶我收定了，我就不惯着他这个臭毛病，让他不服气啊，自己来找我。侯二爷，您猜怎么着？古大他还没醒呢，您来早了。要不我给您先弄点吃的。哎呀，我这一天跑多少个村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在你这儿等他醒，去，把他砸醒了。别的，侯二爷，这些采茶的一天不吃不喝，走路都打晃，您让我砸门，人家不得揍我？哎，
二位爷，请了。你喝点什么？你这有什么好的呀？你喝什么地方的？本地的。本地的，不妨来点银蚝，价格不高，香得很呐。都来一些吧。哎，来尝尝这银蚝，请。怎么，不好吗？老板，你看我们像没钱的猪吗？为什么不拿店里最好的银蚝出来？哎呦，不可能，小乔二位爷，这银蚝啊也是顶级货色。就你这，全是粗梗大叶，上好的金牙一丝没有，这顶级货色。哎呦喂，二位爷，我眼拙了，行家来了。您呐，有所不知啊，今年皇上搞万茶大会，茶商工会把所有的好茶叶都收了上去，说是要运到北京去比一比。什么是万茶大会啊？这个万茶大会到底是个什么章程？讲的那么热闹，大家伙来就是想问问，咱们茶商会这边有何准备？我们也好行事啊。那不过是个噱头。新帝登基，尤其是江南那几个省刚刚光复，运河也疏通了，啊，皇上呢是有个想法，让南茶北调，就是让大家的日子啊过得舒服点儿。你玉山开道，玉水搭桥，非把天下第一茶的金字招牌给摘回来不可。对呀，摘回来，摘回来，摘回来。所以呢，我请了京城最大的茶商李万堂李老爷到安徽一叙，据说他官商两面很吃得开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要说这万茶大会呀，那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买卖家，京城巨商李百万、李万堂老爷操持的。正好赶上今年太后要过寿了，这小皇上啊想讨娘亲的喜欢，李万堂老爷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子，把全天下所有的名茶全部一块汇聚到北京城，比上一比，一定要派一个座次。前些年呀，这京城的茶叶呀，贵如黄金。一两不怎么样的毛尖呢，要2吊钱。这一两上好的猴魁跟龙井，1两金子1两茶，还供不应求。如今呢，天下的名茶聚集京城，夺的是个头牌，争的是个市场。顶尖的上供给2位皇太后喝，皇上御笔亲帖，制成大饼，名扬天下。你说这算不算千古盛世啊？但我有一事不明啊，这个茶叶怎么排座次？猴魁有猴魁的好，银蚝有银蚝的妙。有的人爱喝新茶，有的人爱喝陈茶，千百个人就有千百种的口味，这天下第一怎么选呢？哎，有了，谁的官大，谁说了算。皇上老子说是天下第一，你还能不认呐？哦，那是，心服口服。我有话说。你要疯啊！他憋死我了！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各位，这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外姓族弟，叫侯二，平常帮我管管收茶的事儿。哎，抱歉了啊，冒犯了。哎，说什么问题啊？快说！如果要是有不听话的，那不买我们茶商会账的人怎么办？什么叫不买账啊？哎呀，囤积居奇，就是不卖给我们。这茶商会又不是衙门，那人家不卖，那自然有人会去买。哎，你是不是言语骄狂，得罪人了呀？嗯，绝对不可能啊！那您尝尝我们的茶叶。哎呀，真好。那小子就是一个流放犯，他呢鼓动村里的人不把茶卖给咱们茶商会。不是他要是不卖也就算了，那他说那些难听的话，在那侮辱您，那我真是听不下去。他怎么会晓得我？你别胡说。
没胡说你。哎，诸位都在啊，这件事儿啊，胡老太爷能忍，侯二爷我忍不了啊。从今儿起，如果谁要是收那个村子里一片茶，那就是对胡老太爷、对我侯二爷不敬，啊！哎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古平原，古平原，古平原。古爷是吧？你是二爷，侯二爷早就每家店都说过了，这三界村的茶，要是进了1两，这店就干不下去了。惠州这一块，你是指望不上了。茶商工会，好大的势力。唉，可不是嘛，几百年了，南来北往漕运，只剩他们，全国的商会，互通生计。在这一行，人家就是老大，才有什么怨气？说不出啊。怎么样，都听到了吧？那我听到管什么用啊？是你得罪的他，又不是我。哥，你想什么呢？想茶呢。想茶，你拿个主意啊！你有主意吗？你要我说呀，低个头认个错就完了，你非拉这个硬干什么呀？你也觉得我赢不了？你拿什么赢啊？哦，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店了，谁敢收我们的茶呀？我想这天底下，总有收礼的地儿。这样，回去以后咱们把蓝雪茶拣些好的出来，我要上京城，和他们拼一拼。你还要去参加万茶大会，你还要把皇帝老儿的金字招牌给背回来，刀架脖子上都耽误不了你吹牛。胡老太爷有苦拜访。晚生古平原，拜见胡老太爷。古先生，坐下叙话。啊，你就是那个带头不肯卖茶叶给茶商工会的人呐？带头谈不上，豪二爷杀价杀得太狠了，我当时心里不忿，言语间多有冲撞。知道胡老太爷是安徽茶商会的首领，今日特地过来请罪的。这个侯二，的确是我一个外姓的族弟。不过，大家伙儿让我干这个茶商工会的会首，人家还都说我一句公道。如果说侯二在言语上有什么怠慢的地方，还请古先生多多包涵。劳烦你回去跟村里的人说一下，让他们直接把茶叶送到茶商工会便是了。胡老太爷，这是我家新种出来的茶，特地带过来，请您品鉴。这不是银毫吗？这上面的“蓝雪”二字是何意呀？此茶得天地厚爱，种出来以后有一股特殊的香气，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，又有如雪后的青松，凛冽高洁，因此重新取名叫它蓝雪。这茶叶的名字是老祖宗定的，你这么胡乱的起名儿，岂不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吗？难怪侯二不收。你把它改成银毫，再拿来给我喝。胡老太爷，此茶的香气确实与普通银毫不同，是一种新的味道。要不您尝尝？哎，什么新的旧的？我做了一辈子茶行的营生，哪能这么没规矩啊？我今天要是放纵了你，以后大家伙儿要都胡乱的起名，我管还是不管呢？改回来吧。
熟男聪明。你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自己会走，走快点，松开。可算是回来了。来吧，坐。大伙儿都在这儿呢，说说吧。我还没听明白，怎么了？人家茶商会正式说不要咱们村的茶叶了。是那个猴二说的吗？不光是猴二，光一个猴二也就罢了，要是人家茶商会说不要咱们的茶叶，那可就把咱们全村给坑了。是啊。来来，把东西拿上来。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金条，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。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经纶光阴，也蹙离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。只剩这一柴米油盐中口随意尝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，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万缘内方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上一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剩记着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长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一张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，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万缘内方。一步烽烟，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却路过尽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，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